在地中海靠近巴塞羅那的那一側，有一個島叫做馬略卡島。這裡呢是西班牙的巴利亞利群島，而這個馬略卡就是這個群島裡面最大的島嶼。它離德國也不近，但是這裡呢卻是德國人的精神故鄉，甚至被戲稱為德國的第17個聯邦州，因為島上有大量的德國人。那麼今天我們就到馬略卡去看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旅行建議啊，盡量不要在7、8月份去，因為7、8月份正好是德國人的度假時間，所以這個時候島上有大量的德國人啊，物價也貴，人又多，天氣又熱，那這種體驗想必不會是很好，所以盡量避開暑假這個時間。那麼第二點呢，最好是租車，因為整個島說大不大，但是說小也不小。那很多景點呢，如果你坐公共交通去的話，會非常的不便利，甚至有的就沒有公交線路。如果你想待得久一點啊，玩得更深入一點，那最好呢是租車，也是最方便的。那麼在租車的時候，你就能感覺到這裡德國人非常的多，因為這個租車公司的工作人員如果看到是歐洲面孔，那第一反應就是說德語，然後是英語，最後才是西班牙語，足見德國人在這裡的人口密度。那為什麼會形成這個局面呢？咱們來看一下這個島的歷史啊。其實，在20世紀中葉之前，這個島算是西班牙最窮的地區之一，上面也沒有什麼產業。島民基本上就是種橄欖、養豬，還有捕魚。整個馬略卡島的轉折點是在1950年之後，那個時候內部西班牙經濟快瀕臨崩潰，所以他要大力發展各種產業，包括旅遊業。除了西班牙的本土開發旅遊之外，周圍的島也在大力的開發。那麼過來旅遊促進消費，首先得需要什麼？需要錢。那放到當時這個情況，放眼整個歐洲，哪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蓬勃呢？就是西德。在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西德經歷了經濟奇蹟。那德國人有錢之後需要的是什麼？就是陽光吧。因為德國全年的陽光並不多，所以很多德國人包括現在賺了錢之後度假的時候都會選擇南邊，找個沙灘躺一段時間。雖然當時德國的工人並不是那麼有錢，但至少是有，而且薪水也在源源不斷的增加。那去西班牙的傳統城市呢？其實花費還是有點貴的。整個地圖上找來找去，這裡面有一個島，而且當時啊，這個馬略卡島上面的物價是真的非常便宜。據說啊，在德國買一瓶礦泉水的這個價格，就可以在馬略卡島上買上一瓶比較好的葡萄酒。那幾個因素加起來，錢有了，陽光是更不用說，一年365天，恨不得300天都是陽光。那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怎麼過去。最快當然是飛過去嘛，但是呢，這個票價啊，畢竟是飛機啊，畢竟是機票，那也不便宜。這個時候，德國的航空公司，尤其是廉價航空，就嗅到了商機。於是就開展了包機業務，大家想去的啊就坐這班飛機，價格就是團購價。所以一直到現在，德國很多城市都有直飛馬略卡的廉價航空，而且這個路程也不遠，大概就是2個小時，這個時間是剛剛好的。太遠呢又覺得太累，太近呢就沒有這個度假的感覺了。所以這個路程時間也剛剛好。那越來越多的德國人來了之後，發現這個地方真的是太好了，又有陽光，價格又便宜。那德國遊客來了，那德國商人自然而然也就來了。於是就開始對這個島進行投資。在70、80年代，整個島上進行了大量的基礎建設，大批的德國公司扎根到這裡，很多房屋就拔地而起，整個馬略卡開始瘋狂的蓋樓。當然有人說這種建設破壞了它的自然景觀，但是從經濟上來說，它是實實在在的降低了馬略卡的旅遊門檻。那這個時候呢，有錢的德國人加上需要資金的西班牙一組合，那馬略卡就爆火了。爆火之後，它就會帶着連帶的效應。很多德國旅行公司就推出了各種各樣針對這個海島的旅行業務，那一波又一波的吸引德資入駐，所以很多旅行項目就是為德國人量身定制的。德國國內的很多旅行社也把這個馬略卡島打造成了德國國民的度假勝地。那島上有什麼呢？首先就是海，這最不缺了。這個海也足夠的藍，足夠的果凍，有大海。也有沙灘，很多歐洲人呢都喜歡躺在沙灘上曬太陽。此外，德國人最喜歡什麼？徒步嘛。整個島上也有山脈，有草地，那很多戶外運動都可以在這裡開展。不僅是徒步，還有騎行，總之該有的戶外運動場地這裡都有。另外，除了山之外，它還有溶洞。
那如果是廣西的朋友，那這種喀斯特地貌可能看得比較多，但是這種地貌在這個島上它就是一個特色，每年也吸引着大量的遊客。那走到最深處的時候還有節目，溶洞裡面有一條河，當時燈光全部熄滅，在溶洞裡面那真是伸手不見五指。這個時候從洞的深處駛出來幾條小船，上面呢有幾個演奏家用大提琴、小提琴演奏着古典音樂，這個意境還是非常美的。当然这不讓拍啊，所以整個島上的自然景觀足夠多。當然在日落之後也有的玩的。德國有一個文化也非常有名啊，就是夜店文化。在馬略卡島上的夜店啊，據說也非常瘋狂啊。所以從白天到晚上，德國人所喜歡的項目幾乎都有。你可以上午在沙灘上躺着啊，下午去徒步、去游泳啊，晚上就去蹦迪，各式各樣的活動都能在這個島上找到。咱們再來說吃的方面，那西班牙菜跟德國菜就不用比了吧？到歐洲來玩，尤其咱們亞洲人，如果你吃不慣，一般挑西班牙菜或者意大利菜是最保險的，不大會出錯。什麼西班牙海鮮飯啦，還有一些小吃，各式各樣的都有。如果你想吃點新鮮的，或者說特別一點的吧，島上還有集市，那裡面你可以自己選海鮮，然後讓他們現場烹飪，蝦啊、魷魚啊、生蠔啊，味道非常的鮮美，而且做的也很不錯。後面這兩張都是別人的菜，我拍的啊，看着就很誘人。島上還有各式各樣的中餐，味道也不錯，價格也比較實惠。如果你不想走太遠，那麼在島上的最大城市帕爾馬也可以好好逛一逛，這裡基本什麼都有，教堂、城堡、海岸線，很多地方都可以逛。如果你覺得這個海島它只是普通民眾的度假勝地，那可不一定哦，因為這裡也是很多精英的後花園。你看啊，這一棟棟別墅，很多富豪、明星都在這裡或租或買了一棟度假別墅，可能還不止一棟。所以這裡每年吸引的大量各式各樣的遊客，當然尤其是德國人，來旅遊、來度假，甚至來購房養老。那目前馬略卡島上大概有1/3的房產是由外國人持有的，而其中德國人佔的比例非常高。所以這也帶來一個問題，那馬略卡島上的居民呢，也在進行一些的抗議，因為這些外來人口啊，尤其是德國人，那把整個島上的一些房價還有物價都推高了，那當地居民的生活就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那尤其還戲稱這是德國的第17個聯邦州，所以呢，這個矛盾也變得越來越激烈。那總的來說，馬略卡是非常值得去的，尤其你想好好安靜放鬆的話。那對於德國來說，這當然不是它的一個州。但是它的確是西班牙給德國人一場燦爛的美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下期再見。